3年之前呢，花250万买的60层的超高层住宅啊，真的是住了3年，后悔了3年，天天是烦恼不断，肠子都悔青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现在面前啊，我现在往下看，真的是腿都在发抖，都在瑟瑟发抖啊。这真的是每天都住在200多米的一个高空，每天都有感觉，不敢大声说话，就恐惊天上人的那种感觉，每天都是那种腾云驾雾的一个感觉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住过高层住宅，都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啊？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在江城武汉，咱们现在在电梯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面前的电梯啊，密密麻麻一排一排的按键，60多层，大家有见过这么高的一个住宅楼吗？咱们现在在面前呢，这些高楼呢，就是我住的一个小区啊，就是前几年我也在这个小区里面买了一个超高层住宅嘛。然后对面这个小区，对面这几栋楼啊，基本上高度呢都是在50多层，55到58层。我们现在我所拍摄的这层楼呢是最高的，是62层啊。我3年之前呢是2020年左右吧，是买了60层啊。当时呢其实有2个楼层可以选择的，一个呢是18层，一个呢就是60层啊。当时家里面呢也想的是18层寓意不太好，所以说呢后面就选择了一个60层。当时的一个想法还是非常理想化的，就是那种站得高看得远嘛。家里人也想着嘛，就是站得高之后，自己的以后的事业包括各方面都会更加顺利、更加成功嘛。而且像武汉这个城市，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依着长江而起的一个城市，就是临江的一个城市嘛。如果说站得高，即使呢前面有30层的一个高楼，也挡不住自己的一个视野，包括可以欣赏一个江景嘛。当时也有这种一个想法啊，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买这个60层的一个高层住宅，真的是住了3年，真的是后悔了3年啊！今天呢，我就发个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这种超高层住宅的几大硬伤啊，朋友们听听到底有没有道理。那首先第一点就是等电梯的时间非常长啊，咱们刚刚从电梯里面出来，大家都看到电梯里面那一排排那种按键啊，有多么长，有多么夸张啊！特别是那种早高峰或者是晚高峰，你像早上我上班的时候，有时候等那个电梯啊，都要等个20-30分钟啊，因为它一层基本上都要停一下嘛，60多层，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到底要停多久，真的是太耽误事了啊！你像我有好几次，本来自己都是算好那个时间去公司上班的嘛，结果呢，就是因为这个等电梯的时间太长，然后到公司之后呢，都迟到了，然后迟到呢就得罚款，还有那种全勤奖的什么的全部都没有了，真的是让人非常的苦恼。你像平时晚上如果说下楼，你本来是下到1楼，然后散个步，然后休闲一下或者是什么了，你如果突然想上卫生间，那你只能憋着啊，因为你回去根本就来不及了。那么高60层嘛，等完电梯回去之后根本就来不及了。那你像第二点，就这种超高层住宅它必须有连廊的这个设计嘛，就是咱们面前走的这种连廊嘛，这种连廊就特别占用这个公摊的面积啊。你像我当时买的时候，我的公摊将近达到了28%，我仔细算了一下，有将近20多平的一个公摊啊，就是这个公摊面积呢，将近花了我40-50万。就是我买了一个房子，本来就是200多万嘛，将近40-50万都是这个公共的一个面积，相当于是自己买了之后呢，房子空间没有多大，相反呢，这么大的一个连廊，这么大的一个空间都没有被自己所用，想想都感觉亏得慌啊。那你像第3点就是60层嘛，每天就住在将近200多米的一个高空，真的是完全没有任何安全感可言啊！就是我们家这个房子实在是太高了，我基本上每一次就像咱们刚才镜头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往下拍这个视频，我的腿呢都是在发抖的啊，真的是看着太吓人了。就是住这么高之后呢，我也非常担心家里的老人，包括家里的小孩啊。你如果说小朋友就像想去咱们刚才那个连廊里头去玩，或者是跑到那个阳台窗户边上去玩，我都赶紧都会制止啊。虽然说站得高看得远，然后风景特别的好嘛，但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安全感，我真的是怕他们出事情啊。然后你像到了那种下雨打雷，特别是冬天外面刮起那种大风，这个声音真的是呼呼呼呼的刮啊，感觉那整栋楼60多栋嘛，它就是60多层嘛，它就像处在天空中一样，然后感觉整栋楼都是在摇晃的。最近不是看新闻说南京那边那个高层住宅也发生那个火灾了吗？真的我现在也是特别的担心啊，就是万一呢就是发生火灾之后要咋办？你像现在的消防云梯最多也能达到18-20层，最高也就是100来米。你像我们家住在200多米的一个高度，估计呢真的以后出什么事人家救援估计都是爱莫能助，真的是想想都后怕。那第3点就是最头疼的一点，就是这种超高层住宅万一停电了怎么办？真的是万一停电了，你说我要去上班，从这个60层爬下来，年轻人真的都要累半条命，真的要累死啊！我估计真的是只能哭晕在楼道里面了。然后我就有一次嘛，就是那个停电了嘛，然后
那个应急那个电也没有上来嘛，就没有办法在家里面然后做饭了，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没办法，最后叫了一个外卖。但是呢，外卖小哥到楼下之后呢，就给我打电话，我说呢，就是现在停电了，让他爬个60层，然后给我送上来，我给他加个100块钱的一个小费。但是小哥死活都不愿意，直接把我电话都给挂了啊。其实想想也可以理解这个外卖小哥，毕竟呢，你像爬60多层，爬上爬下，基本上送这一单他都要累趴到地上，他这一天根本就不用干活了。那另外呢，还有一点我必须要吐槽一下，就是那个水压真的是太小了，因为毕竟是200米的一个高空嘛，整个水供上去真的是供不及啊。整个在我们家里面基本上用水呢，那种水龙头，包括我们那个花洒，基本上出水，每次洗澡真的是特别的苦恼，冬天基本上每次都要被冻感冒的那一种啊，因为那个水实在是太小了呢，那个花洒基本上就是往下滴的那个水，然后洗澡呢都要洗半天，然后每次冻的不行了，每次你像冬天，夏天还稍微好一点，到冬天我真的都是1个月我甚至都不敢洗一次澡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啊，第一次买这种高层住宅，真的没想到会是这种结局啊，真的是让我特别的苦恼。大家看一下咱们面前这种高松入云的，一栋又一栋啊，它不仅是我们家那一栋，基本上这个小区里面全部都是这样的一个楼层。哎呀，真的是我看着都感觉头疼啊！然后我现在呢，真的是想就是把它给卖掉，想想办法卖掉，然后换个3层或者是4层那种低层去住啊。我估计呢，我这块心病呢会彻底的解决啊。不知道大家呢对此都是怎么看的？大家如果是在买房的时候会考虑这种高层，特别是超高层住宅吗？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多多留言，多多讨论。